你是不是还在纠结冬天到底需不需要热车呢？网上各种说法也有，五花八门，有人说不用，又有人说用。那么今天暴弟就来给大家说一说我的理解。首先肯定答案是需要热车。你再遇到说不用热车的，你就问他3个问题。第一，热胀冷缩的问题怎么解决？汽车技术再怎么发展，热胀冷缩这个问题始终没办法解决。第二，人在锻炼之前跑步之前，为什么一定要拉伸一下身体？不就是说为了热身为了运动时不损伤身体吗？第三点，地心引力的问题有人解决了吗？车子咱停放3个小时，大家看一下发动机，咱们这个发动机在原地停放超过3个小时以后，发动机内的机油都会由于地心引力的影响也就是说重力的影响，停车时间久了，机油肯定会下沉。你问他这3个问题，我敢保证他一定无言以对。记住，无论春夏秋冬都一定要热车，特别是冬天气温低于0度时更要热车，否则发动机和变速箱会因为热胀冷缩导致咱们齿轮间隙变大，机油因为粘稠不能迅速润滑咱们发动机各个零部件而导致咱们发动机里边的机械零部件出现不可逆转的损伤。1-2年可能说你看不出什么问题，但是3-4年或者说5-6万公里以后，你的发动机、变速箱等肯定会出现各种小毛病。就像人不注重身体健康你平时不注意你的身体健康，时间长了以后，从而得了慢性病一样，都是1年又1年慢慢累积下来的。反过头来，等你发现以后，只剩下后悔了。那我们知道需要热车以后，究竟如何正确的去热车？热车多长时间合适呢？那么接下来暴弟就来给您说道。如果咱们当地冬天最低气温在0度左右，建议你原地热车30秒到1分钟。如果是零下10度左右，建议原地热车2分钟左右。零下20度到30度左右，那么暴弟建议您热车4分钟左右。零下30度以上，最少热车5分钟甚至要10分钟。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说看咱们发动机的转速表。一般汽车刚启动以后，发动机声音大，转速高，这都是因为机油没有润滑到位导致的。所以咱就看这个转速表，啥时候转速表指针回落到1000以下，并且稳定以后，没有这种飘忽不定了稳定住了，咱们热车也就差不多了。但这个时候你不要高速行驶，应该采用低速行驶的方法去热车，让我们发动机转速保持在2000转左右。低速行驶个3-5分钟以后，等发动机的水温表上升到正常工作温度区间，此时的发动机、变速箱、底盘部件都同时热车完毕，咱就可以正常行驶了。怎么样，朋友们？关于冬天要不要热车，您学会如何正确热车了吗？那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您的观看。